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教主前段时间带着引爆 R 去刷纽北的视频，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而且荡气回肠。但是那段时间呢，我确实太忙了，要不然我就肯定跟着他一块儿去。很多朋友呢不太明白广汽传祺引爆 R 做这件事的意义。那我今天呢，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带着问题来说一下引爆 R 这车到底有多棒。教主车载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我呢挑几个大家不易察觉，但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地方来给大家分析分析。首先呢是高于组合弯，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开300匹左右的车的时候，至少要等到第一个路肩的时候，你就必须至少要松一脚油，然后过第二个路肩的时候你再刹车。但是我看教主啊，他是第一个路肩也没刹，第二个路肩也没刹，过了第二个路肩之后才刹，然后刹完了之后一脚刹车直接给它带到了高于组合弯之后的那个弯，就是真的非常的极限。这种不要命的跑法，侧面也能反映出来这个车的底盘极限是真的高。其他类似这种极限的操作的地方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镜像双子这里。教主差不多是150多全油门过的，这里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它有点像一个角度非常大非常缓的一个 chicane， 但是因为路太窄了，而且有坡度，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它的路线只有一条，需要你把握的特别精准才可以。而且这里左右的横向的重心摆动是非常大的，这个也是非常考验车子本身的底盘架构的。没有足够的刚性，在这儿是绝对不可能过得这么轻松的。但是前面说的这2点，其实都还是开胃菜，最骚的还得是大跳台之后的那个3连弯，这里啊，教主180度弯中单手操作，还一边抚摸方向盘，哎，这个放轻松。我当时人都看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开这个弯的时候，神经都是紧张到了极点。在入弯之前的时候，基本上在那个地方都要松一脚油，你没有办法全油，但是我看教主都是全油过的。在这次他开引爆 R 跑纽北之前，其实他出发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堂主你开纽北的时候，尤其是冲狐狸洞，真的冲得太凶了，我在那地方还是有点保守，我要跟你学习。但是我发现他跑那个狐狸洞也是非常的凶的。所以呢，如果我下次还去纽北的话，我一定要在大跳台那儿复制教主的开法。我相信我复制了他的开法之后，我在那个地方最起码能抓出来1秒多的空间。哎，到时候我圈速又能再快1秒多，太棒了，哈哈。有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理解这个大跳台之后的这个3连弯到底有多凶险啊！就是当你去看别人的车载，或者是去跑模拟器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现场感受到那种凶险的，因为那个地方你看着好像很缓，但实际上它在那个地方有着非常剧烈的重心转换，而且它在那个地方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你在入弯的时候，你的速度基本上就已经到150了，然后你在弯中呢，差不多就已经到了180多了。然后你在180多的这种弯速的情况下，你还得先左后右再左，然后再冲出去，可能轮胎还得再吃上路肩。在这种情况下，你但凡是操作的稍微差一点点，你在那地方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旁边就是草地，如果你失控了，可能会以180多的速度直接往墙上去拍，然后那个弯其实是折损了很多车手。所以这个车子能在那个地方能跑出来这个速度，首先教主他自己开的肯定很不错，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车它在经过非常简单的新手4件套的改装，然后它就能达到这种弯中速度，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可敬可畏的。但是你们看车载，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当你真正去跑过纽北，你就知道想要达到这种速度，然后还单手操作，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OK， 口说无凭，我们直接打开 log 图。绿线是引爆 R， 红线是雨燕王。从这个位置一直到这个位置，是从它的起点到它的坡底的位置，这段加速它是非常迅猛的，因为这段是下坡。然后呢，从这个位置再到这个位置，它是在上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整个这一段全部都是在全油门的加速。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2条加速曲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
雨燕王在这里它有一个凹坑，有一个大坑。这个大坑呢，就是因为教主在换挡的时候，它掉了速度啊。当然，这个是所有的手动挡，你换挡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即便你刷了全油门换挡的程序，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引爆 R， 它搭载的是自动挡，它的整个加速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动力中断，然后它整个加速的曲线都是非常的平直，非常的滑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雨燕王同样在速度上面，它掉了一个大坑。这是因为到了坡底的时候，这台车由于剧烈的重心变化，所以呢，它在这里掉了一个速度，引爆 R 也是掉了，但是掉的没有这么多，所以整个这个曲线上面呢，引爆 R 也是要比它更平滑一些。就是更稳定一些。再到这边啊，大家可以看到，引爆 R 的尾速明显是要比雨燕王要高的，191.8对175，他们俩的刹车点却是几乎一样的位置。照理来说，尾速更高的车子，它在刹车点的选择上面应该是要更保守一些，更提前一些。但是这里呢，明显就是教主开的比较极限啊，它的刹车点选的跟1吨左右的雨燕王刹车点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减速也是非常的行之有效的，而且在整个弯中的弯速也是要比雨燕王更高的。包括其实整个后面的大部分的曲线引爆 R 都是要比雨燕王要更高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雨燕王的车载看着要比引爆 R 看着更刺激呢？因为雨燕王那个车又短又小又窄，然后它的底盘调教又硬，它的重心又高，所以那台车呢，当你在弯中进行急加速、急减速、刹车的时候，那台车它整个表现出来的重心变换就要比引爆 R 它的动态来的要更刺激一些。引爆 R 呢相对调教的更平稳一些，所以它的车载呢，即便是弯速尾速更高，但是它看起来的刺激程度就是不如雨燕王。那 OK，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到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引爆 R 的这个 BTG 806的圈速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跟市面上最顶尖的前驱性能车来比，它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我在纽北开了一台现代的 i30N，原厂的状况情况下，搭配的原厂的轮胎，它的圈速可以做到8分09秒4。虽然引爆 R 的8分06的成绩跟它差距不是很大，但你别忘了，引爆 R 用的是 A050的轮胎。如果我们给 i30N 用 A050的轮胎，再简单的做新手4件套的改装的话，那这台车还能快不少。所以引爆 R 还是对比现代的 i30N 还是会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国外的品牌不谈就是单纯只是比国内的品牌的话，那可能我脑海里面唯一能想起来的，而且具有可比性的，可能就是领克的03加。比如说前段时间曾颖卓带了一台领克的03加 Sign 去了纽北，跑满了100圈，然后测出来的最快圈速是8分24。但是教主开这台引爆 R 呢，在跑的圈数明显要更少，时间也要明显更紧张、更紧迫的情况下，圈速却能快出来将近18秒。首先他俩之间的技术差距肯定是不可能能达到18秒的差距的。他们俩的改装呢，其实也差不多都是新手4件套。然后2圈2个人，我看了一下车载，遇到的慢车其实相差也不大，地面呢也都很不错，所以差别最大的地方其实就是温度以及车子本身。首先阿卓跑纽北的时间是7、8月份，那个时候的温度差不多是在30度左右，而教主跑纽北是10月份，大概是10几度刷圈的温度确实是存在了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差异不足以能造成18秒的差距，可能会有个2、3秒的差距，但不会相差这么大。其实之所以会造成圈速差距这么大的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它的车重以及引爆 R 是前驱车。首先呢，引爆 R 它的车重只有1500公斤，但是03加呢，它有1620公斤。越重的车，你的刹车衰减就越快，然后你在弯中的速度你就越慢，对吧？你就方方面面都吃亏，包括提速也是吃亏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引爆 R 它是前驱车，然后03加呢它是4驱车，前驱车就一定比4驱车的传动效率要高，因为4驱车它有一根传动轴要传递到后轴来，它的传动的部件越多，它的损耗就越大，这个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还有就是4驱车它到了非常高的速度之后，它的动力其实会有掣肘的现象发生的，所以4驱车的后段
其实它的加速能力也没有前驱车好。所以说，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咱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两台车会有18秒的差距。引爆 R 在我看来啊，最大的杀手锏跟卖点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好的架构的同时，它还极其的便宜，13.8万的售价。然后它是一台触手可及的性能车，拥有它的门槛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它的性能并不低，265匹，400牛米的扭矩，性能绝对是不低的。兄弟们，10几万你还要求啥？而且是10小几万，对不对？稍微改吧，你就能做出一个跟它的价格完全不相称的圈速啊！它是当下的中国入门性能车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性价比简直爆炸。那它到底是不是中国当下最强的国产性能车呢？当然不是了，但是跟它同价位的车型没有一台是它的对手，而比它强的对手呢，普遍又比它贵了好多好多，所以它无形中其实形成了一个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一个状态啊。他自己在一个单一的细分市场，没有什么对手。你要想在15万以内找一个原厂的性能车，你不可能绕得开引爆 R。另外呢，它到底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好呢？当然也不是了。比如说它的 ESP， 平常是可以关闭的，但是如果是在120以上的时速，类似纽北那种超级高速弯居多的赛道， ESP 呢还是会介入的非常多，它的本意当然是为了照顾车主的安全，但是对于跑纽北来说，这个真的会很影响圈速。另外呢，就是它原厂散热确实也需要强化，它的变速箱呢偶尔也会卡档，这些不足的地方呢将会持续改进。但是它是不是好车呢？绝对是，一定是，肯定是。我无数次的赞誉过引爆 R 啊，虽然我自己没有买它，但是我有开过它，而且我在赛道里面跟其他车比赛过，而且是跟其他的同价位的一些所谓的国产的性能车。我可以稍微小小的剧透一下，就是引爆 R 在面对这些同价位的一些竞争对手的时候，在赛道里，你不能说它是遥遥领先，只能说是一骑绝尘。它绝对是当下的中国性能车的最佳的诠释，非常低的价格，然后给你一个不错的架构，给你一个很好的底子。它身上的确有着这样那样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人家就卖13.8万，你还能挑出来啥？而且我今天打听到了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目前引爆的全系都在搞活动，送购置税，送全险，落地只要10万出头。但是我没有打听到是不是引爆 R 也是这个价。如果引爆 R 也是这个价，我告诉你，我现在就立马去订一台。10万出头，比教主买的价格要便宜差不多3.8万，而且教主还自己买了险，自己交了购置税，等于我比他便宜了5-6万。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就立马去买一台，真的太便宜了，10万块钱落地，兄弟们！但是我估计大概率不是引爆 R， 应该是普通引爆。不过就算是普通引爆，10万出头的价格，而且是全落地的价格，我觉得好像也还行。因为普通引爆的动力什么的其实也都不错，毕竟它底盘什么的跟 2.0T 的引爆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差别的。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引爆 R 这个车。首先它的确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呢，它就像是日本80、90年代的 JDM 的性能车一样，原厂呢因为成本的问题，它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十全十美、各种完美的周边配件，但是呢，它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架构，给你提供了一个马力很不错的发动机，而且这个发动机呢，提升的空间也挺大的，可玩性很高，因此呢，它也有着 CDM 第一车之名。哦，对了，引爆 R 除了一些 UP 主刷圈之外，还有广大的车主们集聚在一起玩的赛事活动。比如说，它近期南北两大区就发起了一个招募令，分别是在华南、华北举行分区车主赛，划分 1.5T、混动和 2.0T 3个组别进行赛道的圈速的比赛。引爆 2.0T 的圈速第一名的车主呢，可以获得广汽传祺赛车学院赛照培训的资格，以及参加全国的总决赛，有机会跟神秘的3大魔王进行终极 PK。
这个比赛将会非常有意思。有兴趣的引爆车主呢，可以踊跃的报名啊！没有时间参加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这是中国汽车品牌带着中国的用户一起玩的经典的案例啊，绝对非常的有意思。再来回到引爆 R 这台车，刚才我们说了，它就像曾经的日本80、90年代的 JDM 性能车一样，可能需要后期升级进化才能让车子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但是后期的这个升级改装的这个状态，其实你可以慢慢来嘛。你要有钱，你可以现在改；你没钱，你可以慢慢赚钱。你再一步一步的去根据你自己的个人需求去进行实际的改装嘛，对吧？这是一种人车相互进步、慢慢变好的过程。我认为广汽传祺真的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广汽传祺至少它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跟你的车子一块进步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因为拥有它的价格非常的平民，它真的能让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至少先能拥有这样一台车。而且这个车它因为不是跑车，它又能满足日常的家用，又有着不错的改装底子，价格又不是很贵，所以可能有很多小年轻他在买车的时候他需要父母赞助，这样一台车看着很正经，其实来自父母那边的阻力也会变得很小，对吧？这样一台车我觉得其实真的就很适合年轻人去玩。然后呢，如果玩这个车人多了，玩的好了，这台车呢以后真的能极大的改进大家对于中国的汽车文化的认知。我呢是特别希望中国的性能车有一天能站上世界的性能车之巅啊，但是目前呢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我觉得至少广汽传祺出引爆 R 这个车，而且定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 OK， 以上就是本期堂主撩车的全部内容，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